你看了《哪吒之魔童闹海2》了吗？2025年初，这部续集一上映，直接炸翻全场。2019年的第一部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狂揽50亿人民币票房，已是国产动画天花板。这次《哪吒2》更狠，席卷全球。中国观众嗷嗷叫，西方人也疯狂打 call。根据网络数据和媒体报道，《哪吒2》在烂番茄上的观众爆米花指数高达 99%，IMDB 评分 8.2， 这成绩把同期上映的《美国队长4》按在地上摩擦。那片子烂番茄评分仅 79%， 影评人吐槽它老套的像隔夜披萨，剧情像老太太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票房表现更是夸张。哪吒2在中国上映后，截至2月中旬，据灯塔专业版数据，票房已突破123亿人民币，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，甚至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10，超越《狮子王》。海外市场也不甘示弱，北美首周票房轻松破1000万美元，创下中国动画电影的新纪录。相比之下，《美国队长4》北美首日票房4000万美元，约 2.9 亿人民币，首周预计 1.5 亿刀，虽然不算差，但面对《哪吒2》的全球热度，明显被甩开几条街。《哪吒2》里那个踩着风火轮耍着火尖枪的小魔童，顶着一头炸毛，满嘴硬气，又皮又燃，西方网友直呼这小子比漫威全家桶还带劲。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金句直接被老外印上 T 恤上街显摆。好莱坞酸溜溜地说这是东方叛逆的逆袭，连票房都被甩了几条街。媒体爆料，《哪吒2》海外首周票房破1刀，漫威看了抖3抖。有人调侃，美国队长得找哪吒拜师，学学怎么耍酷。哪吒这 IP 有多硬核？神话里他生下来是个肉球，他爹李靖以为是妖怪，差点一刀劈了，幸好太乙真人路过，用莲花重塑了这小子，硬生生成了不服天不服地的少年英雄。剔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大闹龙宫，最后跟天庭硬刚，这叛逆劲儿谁看不服？传说他出生时天雷滚滚，村里鸡飞狗跳，李靖还以为招了瘟神。哪吒2里，他还是那个不认命的魔童，被村民嫌弃，被命运诅咒，却用拳头和热血砸出一片天。电影里他跟敖丙打架，风火轮踩得海浪翻天，全球观众嗨翻，说这不只是动画，是跨文化的叛逆图腾。老外查哪吒是谁，中文课报名爆满，有人跑故宫买哪吒周边，戏称要学莲花重生术，还有人说哪吒要是现代人，肯定开直播带货风火轮。与此同时，大洋彼岸有个家伙在现实里玩叛逆，他就是埃隆·马斯克，特斯拉老板， SpaceX 大佬，脑机接口和狗狗币的推手。2024年，川普拉他当政府效率部长。这哥们儿1971年出生于南非，小时候是个科技怪咖，12岁写游戏卖钱，后来跑到美国，搞出一堆改变世界的东西。特斯拉把电动车从笑话变主流， SpaceX 让火箭回收成日常，野心包括移民火星，把大脑连电脑，听着脑洞大开。他小时候被同学欺负，瘦得像竹竿，靠读书自学翻身，长大后把梦想塞进现实。网友说他是科技界的复仇者，有人爆料他小时候最爱科幻书，立志当太空侠，如今真成了现实版钢铁侠。2024年，马斯克在新角色扔了大炸弹，川普给他政府效率部长头衔，他一上来就裁了14万公务员，说要砍掉政府肥肉。美国政坛炸锅，街头抗议一片，华盛顿街头标牌写马斯克你不是人，他推特怼回去效率第一，少废话。这硬刚态度像极了哪吒对天庭。中国网友嗨了，微博、抖音、B 站全是梗图，马斯克顶着哪吒小啾啾，手拿特斯拉方向盘，脚踩 SpaceX 火箭，有人喊这家伙拿火尖枪捅了白宫，风火轮开进国会。特斯拉。2003年，马斯克搞特斯拉，那会儿电动车还是个笑话，油车是大爷，通用、福特赚得盆满钵满。谁信电池车能跑远路？
续航短，充电慢，贵得像买飞机，都觉得是富哥装 Max 的玩具。车评人嘲笑这玩意儿跑不出城，可马斯克不服，说油车早晚凉，电动车才是未来王道。他砸重金拉一帮兄弟没日没夜干。2008年整出 Roadster， 帅得掉渣，0到60英里 3.7 秒，续航破300公里，质疑者脸被打得啪啪响。车评人懵了，这玩意儿真能跑。上市那天订单爆满，马斯克站台上笑得像孩子。有人爆料，他开着 Roadster 到处跑，故意堵油车车主，气得对方跳脚。后来 Model S、Model 3、Model X 接连上阵，性能吊打跑车，塞进自动驾驶，方向盘都不用扶，彻底把车圈脑子砸碎。Model S 发布时，车迷排队3天抢购，马斯克还不消停，搞超级充电站网络，充电桩铺全球，电动车从城里溜达，进化成跑长途的硬核猛兽。2021年，特斯拉市值飙破1万亿，通用、福特连车尾灯都吃灰，这路不好走。特斯拉早期差点破产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马斯克缩水工厂，每天几小时像地狱烤，资金链断剩几天，他跑去借钱，硬扛下来，卖豪宅凑钱。员工回忆，他满脸胡子，眼红得像熊猫，有次开会睡着，醒来还喊继续干。网友感慨，这不哪吒吗？差点被砍死，靠莲花开花。更火了，特斯拉是他的火箭枪，一枪戳穿车企天。他是汽车界的叛逆魔童，硬刚100年油车帝国。特斯拉不仅是一家公司，更是他手里的火箭枪，捅翻传统，杀出一条血路。他还是那个不服输的少年，带着10万员工，每年造车100万辆，全球销量第一，硬生生把电动车变成生活标配。中国网友调侃，哪吒马这风火轮升级了，特斯拉就是他的新座驾，自动导航还能打怪。还有人说，马斯克这是要让我们都变成车里的废柴，方向盘都不用摸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特斯拉机器人也在路上，它要让机器人帮人类干活，从拧螺丝到端茶递水。2. SpaceX。 特斯拉是地面乱拳， SpaceX 是马斯克冲天的神操作。2002年，他搞 SpaceX， 说要让太空旅行便宜，目标移民火星。那会儿 NASA 是大佬，私人公司玩火箭，专家笑他痴人说梦， NASA 内部吐槽，这小子连火箭尾气什么味儿都不知道。可马斯克不信邪，卖掉互联网公司，家底全砸进去，前3次发射全炸。2008年第4次是生死局，再失败就卷铺盖回家。他咬牙干，猎鹰1号上天， SpaceX 活下来。马斯克说那一刻差点哭，现场员工欢呼，他坐角落发呆，像赌赢的疯子。助手回忆，他盯着屏幕，眼泪掉下来都没擦。2010年，猎鹰9号发射能回收，全球傻眼。后来搞可重复用火箭，成本从几亿刀砍到几千万 ，NASA 叫哥。2018年，猎鹰重型火箭带特斯拉跑车上天，马斯克直播笑说，这是我送给宇宙的礼物。2020年，在人龙飞船送人去空间站，美国航天不用求俄罗斯。马斯克火星梦更夸张，计划2030年前把人送上去，建火星城，连厕所都画好了，说要让火星有酒吧。网友喊，马斯克火箭是哪吒风火轮，飞得高又快，要带人类大闹天宫。他每年发射全球 90% 以上的太空吨位，每 2.5 天一枚火箭上天，硬生生把太空成本砍了10倍。 SpaceX 估值3500亿，成美国最值钱的私企。他雇佣 1.3 万太空狂人，星链项目让全球都能用上便宜宽带，西方人觉得理所当然，
可他让没电缆的穷乡僻壤也有了网。这太空梦太燃，网友说 SpaceX 是马斯克扔给人类的乾坤圈，套住星辰大海。中国网友怎么看？这不就是哪吒吗？踩着风火轮上天，火箭就是他的新玩具。还有人调侃马斯克是现代版托塔天王，手里拿的不是宝塔，是发射塔。网友们戏称他为哪吒马，因为他不仅速度快，还总能掀起惊涛骇浪。SpaceX 的星链计划更是把宽带互联网带到全球每个角落。中国网友感叹，这家伙是想让我们在喜马拉雅山顶刷抖音啊。他用私营公司的效率羞辱了官僚体系的臃肿。你敢不敢每2天半发射一次火箭？你敢不敢把天上的生意做到地上没人敢想的地步？马斯克敢，他就是那个踩着火箭飞天的哪吒。3. 脑机接口与狗狗币。马斯克野心不止车和火箭。2016年，他搞 Neuralink， 要让人脑跟电脑聊天。什么意思？植芯片，变聪明，治病，当超人。2021年放视频，猴子用脑子玩游戏，全球炸了。马斯克说目标治瘫痪失明，让人活云端，像科幻片。Neuralink 估值80亿，他要用科技治愈人类，让瘫痪者走路，盲人看见，失语者开口，叛逆到连自然规律都敢挑战。中国网民感慨，哪吒马这是从闹海变成了救人啊。还有加密货币，马斯克是币圈哪吒。推特喊比特币，币价飙天，说不完摔坑。2021年说特斯拉接受比特币，币圈嗨到凌晨，几月反悔，网友喊被耍。他捧狗狗币，愣把玩笑币炒热门，涨几十倍。有次发狗狗币表情，币价半小时翻倍。他用几句话玩转市场，叛逆的让华尔街都蒙圈。4. X 的斗士。2022年，马斯克买下 Twitter， 现为 X， 当时一片唱衰。广告商跑了，股价跌了，但他干了什么？他裁掉 80% 的员工，却把毛利率提高4倍，利润率翻 2.5 倍。X 如今估值440亿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让言论自由喘了口气。还有人说，马斯克买 X 就像哪吒闹海，一个人挑翻整个舆论场，牛。他不在乎广告收入，他要的是一个能让真话活下去的平台。于是网友喊，谢谢你，马斯克，让我在 X 上骂人都不用怕被封了。他单枪匹马地拯救了西方的言论自由，像哪吒闹海是为了正义，马斯克买下 X 是为了让真相有容身之地。他不需要掌声，他只需要一个能让思想碰撞的擂台。5. 马斯克的哪吒时刻。2024年，川普把马斯克拉去当政府效率部长，本是小职位，他一来放大招，才14万公务员，说政府太胖，效率烂，像懒汉，得减肥。美国炸了，被裁人上街闹，举马斯克滚蛋牌子，工会骂他没人性，说屠杀中产，政客跳脚，说毁民主。华盛顿街头堵满人，有人烧他照片，可马斯克不怂，推特对少官僚多干活，人民高兴。他裁掉 80% 员工，利润率翻4倍，又在政府动刀，效率提升，震慑官僚。裁员是开胃菜，马斯克喊人民革命，要政府为民服务，优化税收，砍流程，用 AI 换人。演讲说政府得像特斯拉快，不是乌龟。他还计划用区块链管账，说透明又省钱。可有人怀疑，省钱真给人民吗？别进马斯克口袋。吐槽特斯拉 SpaceX 靠政府订单，他给自己铺路。SpaceX 火星计划要钱，裁员省预算会流过去吗？反对者跑国会抗议，他说抗议浪费时间。6. Boring Company 与未来。 Boring Company 估值70亿，致力于解决交通拥堵。他要挖隧道，造超级高铁，让城市不再是堵车的噩梦。
他的想法听起来像疯子，但哪个天才不是从疯子开始的？中国网友调侃 Boring Company 挖隧道，马斯克这是要带我们去地下看哪吒大战龙王。还有人喊马斯克，你干脆把北京早高峰也治了吧。他用隧道和高铁重新构想交通，像哪吒用风火轮开辟新路。他的叛逆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狂热。7. 20小时的狂热人生。马斯克每天工作近20小时，几乎是为美国人民义务打工。星链让全球都能上网，他用效率和狂热重塑世界。中国网友调侃哪吒马这是把风火轮踩爆了，一天20小时比996还狠。有人说星链让我在农村都能 4K 看剧，马斯克你是我爹。如果不是埃隆，那会是谁？这问题在中国网上也火了。有人回答没谁了，哪吒马是独一份，别人连他的风火轮都追不上。他不是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，而是亲自下场解决问题。特斯拉的生产线出问题，他睡工厂； SpaceX 的火箭爆炸，他熬夜复盘。他不是超人，但他比超人更拼命。中国网民给马斯克取了个外号哪吒马，既因为他姓马，又因为他像哪吒一样天不怕地不怕。马斯克和哪吒骨子里不服输，哪吒被天压，剔骨还父翻盘，马斯克被车企政府挤兑，硬干一片天。都喊命是我自己的，挑战权威，哪吒干翻龙王，马斯克裁员动根基，孤胆英雄，哪吒 solo 天庭，马斯克 solo 政坛。世界从未见过像埃隆·马斯克这样的人。他用火箭、AI、汽车、隧道编织了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未来。中国网友说得好，哪吒马不是神话，但他比神话还猛。他挑战极限，刷新认知，不是超人，却比超人更拼命。哪吒2火遍全球，他在现实玩神话，从特斯拉到 SpaceX， 从裁员到恶搞，活成无数人心中英雄，告诉我们命自己定，梦自己追。如果你觉得他遥不可及，那就想想他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你呢？你敢不敢也踩上风火轮，闹一回自己的海？马斯克的故事不是让你膜拜，而是让你动起来。因为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也许下一个哪吒就是你。你怎么看着哪吒马？欢迎留言讨论，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